当年满怀期待的走进影院看变五啊，结果呢差点没给我看睡着了。不过骑士柱嘛还是帅的。理解热爱，分享快乐。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鲨鱼分享，也是终于抽出点时间啊，能给大家更新一期视频。不过由于拍摄环境呢还是有点简陋啊，所以说本期视频的这个灯光呢就不是很到位，烦请各位观众呢多多包涵。本期给大家带来的玩具呢就是由孩之宝最新推出的新品变形金刚 SS 电影工作室系列变形金刚5黑暗擎天柱，也可以叫它暗天发爆了。不过两部电影下来呢，骑士柱这个造型啊也已经是非常深入人心了。电影工作室系列呢之前就推出过变四造型的这个骑士柱，那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在那款产品上改模换色而来。那现在这个拍摄环境呢，包装盒并不在我手边，所以说这边呢就给大家贴一张官方的图。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领袖级呢，变形是达到了46部啊，还是比较多的。当时这款模具刚刚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市面上还是有很多批评的声音，那么主要呢还是针对设计师山田康纪啊，他滥用分件以及这个零件转换上的一些问题吧。这些呢等下我们细聊。我个人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上一款骑士擎天柱的玩具的，所以说这次的暗天陨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入手了。首先来说正面的这个形象表达呢，在经典线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乍一看啊给人一种宽体金刚的感觉，但是毕竟呢有这个收腰和较长的这个腿部啊，看起来整体的比例呢还是比较好看的。涂装特征方面呢，对于影片肯定是有很多的省略啊，不过整体的细节呢还是非常有影片中的辨识度。那么本次改模最大的一个不同呢，首先就是这颗头雕啊，一是把这个口罩脸呢变成了人脸，二是增加了被昆特莎打出的这个红色印记以及紫色的双眼。对于真人电影的柱子呢，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露脸头的一个形象的，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特色了，而且看起来呢这种老年的感觉又比较威严。身形正面的这个机械细节呈现啊，确实也都比较的锐利，官方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处改模就是将胳膊处的装甲更改为了拔出剑刃之后的造型。玩具的侧面呢，则是被人诟病的巨大背包以及车形态下真零件的外露。从背面来看呢，整个玩具的形象就特别的惨不忍睹了。车头呢几乎就没有变化的整个挂在后面，然后后面两块大板呢也是毫无观赏度。虽然从正面看来呢还是不错的，但肩膀部位的两个假烟囱造型零件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装饰作用啊，反而是尺寸有点小。腿两边呢真零件又没有藏起来啊，裸露在外，导致看起来有点左右脑互搏的美感。虽是这么说啊，但正面丰富的机械细节以及这个身形的表达呢，作为一个能变形的经典线玩具，还是能令人满意的。至少我呢是觉得挺帅的。来看一下可动，头雕上抬左右转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要低头的话呢，就会和下巴处的装甲发生一定的干涉。两边的肩胛有着自由的活动角度，不仅可以抬起，还可以外拉，而且呢还可以前后旋转，对可动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手臂的360度大风车、大臂的旋转、曲肘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手腕的部分呢能有一段向内折，并且手腕也可以正常的旋转。手指呢有一个4指一起张开的可动。这里也可以看到手背甲确实是做了分件啊，只能说服了孩之宝了。侧裙甲和前裙甲呢都可以进行很大幅度的抬起啊，并不会影响到下盘的可动。不过也感觉很奇怪啊，竟然把这个螺丝呢打在正面啊。当初第一次玩这个模具呢，还以为是自己这个中奖装反了。腰部旋转没有压力，腿部前踢屈膝呢都在90度左右，侧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致能到90度。脚腕的旋转、侧面向接地都是有的。不过裙甲的问题呢，其他的 UP 主也提到过，那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啊，因为整个裙甲是跟着上半身走的，所以这个腰部小幅度的活动呢，看起来不明显啊。其实跟着下盘一起动会好一点，不过在这个真实的结构上呢，确实是应该在上半身跟着一起旋转的。这个地方就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我个人呢接受能力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本次还有一个修复的点呢，就是它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变得更紧了。虽然我的出版是从来都没有脱落过的啊，不过确实在把玩手感上这里是更紧了。配件呢依然是附属了骑士擎天柱标准的盾和剑。那这个剑呢，具体你愿意管它叫审判之剑还是这个圣域之剑都无所谓了。剑身的细节呢做的还是不错的，跟上次也是同模。盾牌跟之前一样啊，缺少一定的涂装，而且也是同模。盾牌本身呢也保留了上一次的这个拆合再安装到另一个档位的这个玩法，可以做这么一个展开的造型。
接着呢，就是我们山田康纪滥用分件的证明了，一个用来连接剑盾的额外分件，剑刃可以通过插拔分离，通过5毫米孔洞插在擎天柱的手里。不过这个手啊，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的松啊，虽然上一只也有很松的情况，但这一只真的是更松了，完全就没有这种插进去的感觉，就是放在里边吧。盾牌呢，则是通过手臂侧边的这个5毫米插孔啊，就可以进行连接。安装之后的效果呢，帅还是非常帅的。通过手腕的这个内折关节呢，也可以让擎天柱持剑的一些姿势很帅气，也比较自然。像是第5部特别经典的这个你忘了我是谁了吗？这个姿势也是很帅啊。背包这里呢有一个变形的细节，就是当你活动腰部的时候，它可能会阻碍到你的这个可动。那正常的情况下呢，是要摁住背包，然后再向后啊，听到咔的一声锁住，这才是变形完成哦。那么剑和盾的收纳呢，还跟上个版本一样啊，必须把这个零件翻起来，再借助这个外来的零件呢，才能把剑插进去，盾再扣上去。不过你这样翻到正面来看呢，虽然武器是搭载了，不过遮阳板零件呢就直接露出来了，属实是不太美观啊，这也是这个模具的一个挺大的问题。翻到背面来呢，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厚上加厚，这背后呢都垒出去这半米远了。好，额外的配件呢，还有这一把擎天柱在电影里使用过的枪，这是一个新开模的配件，整体的造型还是不错的。我主要也是为了这把枪呢，可能才买了这个玩具。电影里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这么一个臂刺，感觉呢也算是一个非常锋锐和危险的武器了。这杆枪搭载上去的效果啊，是真的非常不错。这2把配件呢，反而是我对安天允的印象啊，又远远大于那个剑和盾啊。所以说这2个配件给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呢大大增强了这一款这种危险感。2个配件呢都可以通过背后的这个卡扣呢进行一个收纳，所有的配件最终都能被收纳，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呢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行走的武器库啊。依然呢摆几个 pose 给大家展示一下配件的搭载效果。那么这款模具的变形呢，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加分的部分啊，还是比较好玩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变形步骤不少，但非常有逻辑的这么一个变形。开个玩笑，正式开始变形。首先呢，打开背包后侧的2方卡扣，然后把这个盖板呢拉平，然后把背包呢整体抬起，打开顶部盖板，下放侧方盖板，并把这个车头整体下压，再把前面的保险杠零件呢从底部翻出。解锁胸甲卡扣，将背后与肩膀的连接零件分开，向上推整个擎天柱的胸部零件，尽量保持目前的垂直状态，否则可能会被卡住。上翻2侧裙甲，将原本是人形肋部的这块面板呢打平，然后把零件翻出，再翻回。手臂翻转180度，将小臂大臂对折后呢，跟侧面面板的卡扣相结合，再调整一下肩胛的位置，与卡扣也照样做结合。另一边的胳膊呢，跟这边是镜像变形，所以只演示一侧。将2侧身体内部的整个轮胎零件呢打出来，然后将整个后背的连杆呢卡进凹槽，向上翻起后折叠胸部盖板，放下车头零件盖住前胸位置，并把2侧做结合。将变形好的左右2侧手臂呢向中间进行一个密合，然后跟车头呢进行一定的调整，也密合。上翻前裙甲与卡扣结合，下半身整体翻转180度，将腿后方盖板松脱，然后向2侧打开。将玩具转到正面之后呢，将2条腿打成这种内八的形状，打开腿部零件，翻出勾挂零件，将脚板闭合，将整块零件拉出，将脚板旋转180度，再将腿外部零件归位。另一边也采取镜像变形，将2腿中间的零件扣合，调整翻起的腿部后方零件，使其变为车顶的造型。将杠杆向后折90度，最后将2边进行一个结合。将整块零件整体下压，与车顶进行密合。将侧方的条状零件呢，最后呢对车头进行一个锁定。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这款岸天允的载具形态。
整个变形的过程呢，虽然说步骤比较多，但是因为车顶整体的变形呢比较的容易，然后腿部呢空间压缩也很有趣，所以整体的变形我还是很喜欢。车辆形态前端的保险杠上呢也做了一个非常小的汽车人标志啊，用来彰显我们孩之宝的技术力。那车尾部的造型呢，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整洁的，不管是拖挂的位置、车灯的位置，还是背后的位置都算比较好看。整体的车型因为有西部之星的授权呢，所以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车辆形态下呢，一体性很好啊，不会有卡扣的松脱。那整个车辆的还原度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滚动性也是很好的。整个车跟出版对比呢，只不过是这些灰色的零件颜色变得更深了一点，剩下的部分呢基本上就让人觉得大差不差了。载具形态呢，相比人形度完成度还是要高一点啊，毕竟是拿了车商的授权。车辆形态下呢，武器也是可以照常搭载的，将剑盾结合之后呢，通过这个零件跟车尾的5毫米插口结合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剑在这个状态下呢，感觉插的不是很稳啊，经常会一碰就容易掉下来。各位如果带这款玩具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我这个剑呢就经常掉到过地上。另外的枪和刺这两个零件呢，也是可以通过侧面的卡扣结合，然后再跟车的侧面结合，这样所有的武器呢就都搭载到车身上了。不过这个枪和刺放在车的旁边呢，挡住了轮子啊，又让这个车侧面呢多出来这么一块结构，看上去呢倒不是特别的美观啊。总的来说呢，这款模具确实算得上是优缺点比较明显了，尤其是你要说它的下限呢，还真的是挺低的。不过它的把玩手感和整体的分量呢，还是给人很不错的感觉。人形的细节呢还是蛮帅的，然后车型的还原度也不错，而且加上这次重涂之后呢，我个人感觉是比原色的版本啊要更加帅气一点，看起来压迫感十足。我个人认为呢，玩具最重要的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就像今天这款玩具呢，虽然说大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吧，但是我个人呢却是尤为的钟爱啊把玩这款模具，所以玩具到底适不适合你呢，终究还是得自己买了才知道。那因为近段时间啊，个人真的是一直特别的忙，所以在视频制作更新频率上呢，也不免变得稍微有一些慢。不过呢，能跟大家分享玩具呢，就是令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OK， 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我会为你带来更多玩具和他们背后的故事。也可以加入我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